嗨，大家好，我是 Cass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大家看到我桌面上摆的这台电脑呢，就是3月5号苹果最新发布的 MacBook Air M4。那本次呢，我购买的是13寸的入门款的，因为我已经有了16寸的 MacBook Pro， 所以这次我想尝试一下它的小的尺寸。那这次我特意选的就是一个天蓝色。那目前我已经使用了大概4天的时间，所以呢，本期视频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新款到底升级了哪些功能，而且还有就是13寸和15寸到底有哪些区别呢？那以及呢，这几天我是通过了 Geekbench、Cinebench 呢等测试了一下它的 CPU、GPU 的单核以及多核的跑分，所以呢，我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相关的参数。相较于 MacBook Pro 啊以及 iPad， 我觉得 MacBook Air 呢绝对是追求优雅生产力的完美选择。尤其是这一次呢，它升级上了 M4 芯片。那如果呢你想要一台既能在咖啡厅修图，又能随时随地剪辑视频的，那我觉得这台电脑真的就是非常的完美啊！因为呢，它又搭配上苹果的原生的剪辑软件 Final Cut Pro， 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创作者的福音啊！而且本次呢 MacBook Air M4 呢可以最大的选配内存是 32GB，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本地部署大语言模型，写脚本啊，做行业分析啊，都是非常的方便，可以说是简直就像西装暴徒，看似温润如玉，实则性能凶猛。所以呢，这次的升级真的很难不让人心动啊！如果大家对接下来内容感兴趣，小伙伴记得一键3连哦。感谢大家的支持。那这一次它的升级呢，也是搭载了强大的 M4 芯片，以及呢在芯片的 CPU 核心数量啊、内存配置啊、以及内存宽带啊、晶体管数量啊，以及 GPU 架构和神经引擎性能方面呢，都相较于 M3 呢有一定的提升。所以呢，这些改进在日常使用中，我们就表现在 M4 呢在多任务处理啊、复杂的计算和人工智能应用表现中呢，就更加的强大。而且呢，它支持选配的内存呢，可以说是让你更加的方便游刃有余。那同时呢，从造型上以及尺寸上呢，和上一代呢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它依然是有13英寸和15英寸的2个尺寸的选择。那么在机身的材质上呢，它们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同款的模具啊，包括这个机身的材质和它的触摸板材质呢，依然都是采用的再生铝金属的。但是不同的呢，就是 M4 呢新增了一个全新配色天蓝色，那它也是替代了上一代的深空灰。那依然这一次呢是有4个颜色的发售啊，分别是天空蓝、星光色和午夜色以及银色。那我个人的感觉下来呢，就是天蓝色呢，它呈现出来一种淡雅纯净的色调，给人以清新和宁静的感觉。那这个颜色呢，其实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产生出微妙的变化。那时而呢展现出来的是蓝色，那时而呢看起来又像银色，所以呢既时尚又不失优雅。那午夜色呢，其实是一种深邃的蓝黑色调，那散发出来的是那种低调而神秘的气质。在不同光线下呢，午夜色其实也是可以呈现出深蓝呐，或者接近黑色的这个效果。但是就比较适合那种追求稳重和个性的用户。那非常可惜的就是午夜色呢，依然还是有指纹残留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你非常喜欢那个颜色呢，当然也不介意这点小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那星光色呢，我觉得它是介于一种银色和金色之间的暖色调，就带有了细腻的这种金属的光泽，显得温暖而柔和。而且呢，同时我觉得它非常的高贵而时尚。那当然了，银色呢其实还是最经典的颜色，我看到很多大家都是还是选择银色的更多啊。那其实我个人呢也非常的倾向于银色，因为它呢展现出来那种就是给人感觉简约专业的风格，而且这个颜色呢就是经久不衰，非常适合喜欢传统简洁设计的用户。那尤其是我觉得银色搭配这个黑色的键盘以及这个黑色的屏幕的边框啊，我觉得它就是可以体现出更加的简洁大气。那当然了，大家可以在弹幕和留言告诉我哪个颜色是你更喜欢的颜色呢？那 MacBook Air 呢，依然还是延续了它的超薄设计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体重量呢仅有 1.24千克，而且它的厚度呢不到 1.2厘米，非常的便携啊。那我对比了一下我自己的这个11寸的 iPad Pro 啊，加上这个键盘之后的重量呢，其实拿在手里的感觉和这个 MacBook Air 呢相差的并不多的这种感觉啊。那同时呢，所有的 Air 系列呢都是配备的30瓦的 Type-C 的电源适配器，但唯一不同的呢是入门款的呢，这里是带有1个
个的Type-C 的这个接口，但是当然了，你也可以进行选配。那除了以外呢，其他的这个型号呢都是带有双的 Type-C 接口。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这个给电脑充电的同时呢，当然也可以给你的手机来充电，就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空间了哈。那当然这个线呢，它也是采用了这种高密度的这个编织线，所以呢，它的这个材质上呢也是更加的牢固，不太容易就是会折断这种感觉哈。那同时呢，它的这个 MagSafe 的这个接口呢，如果是在你充电的时候一不小心有人绊到了你的线呢，也不用担心这个拉扯把电脑给扯到地下，所以呢，它就是直接会滑落，非常的安全。那这一次呢，依然是采用了13.6英寸的这个显示屏，亮度呢是在500尼特，而且呢，它同时依然保留了它非常丑的这个齐刘海的这个造型啊。所以呢，不过内置它是升级了1200万的摄像头，而且呢是支持人物的居中以及追随的功能，包括同时还有这个桌面视角。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上网课呀，或者是视频会议的时候呢，这个摄像头会始终让你人物保持在居中的位置，无论你是怎样去动啊，它可以去追踪到这个45度都能是精准的捕捉到你。所以在你这个开会的时候，如果你想到旁边抠个鼻子啊，吃口面包啊，那就一下子就会被大家看到啊。而且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桌面视角，我觉得非常的棒啊，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在家上网课，比如说上画画的课呀，那老师可能就看不到你桌上画的是什么。但是呢，这款升级的摄像头之后呢，它的桌面上就可以就是进行展示，而且呢，这个摄像头呢其实是可以拍摄1080p的高清视频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是进行录网课呀，或者是给自己录视频的话呢，它的画质呢也是相当可用的。那另外呢，13英寸呢配备的是4个扬声器，而15英寸呢配备的是6个扬声器。那它们呢都是可以播放杜比全景声音乐，所以大家在听音乐啊，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呢，这个声音效果呢也会更好一些。这个新款呢还进行了一个升级，就是在开屏的情况下呢，外接2个6K 的显示器，也就是加上这个电脑主机的这个显示器呢，也就是一共有3块屏幕。那么同时，如果你觉得就是你购买的13英寸的这个电脑屏幕太小的情况下呢，影响你在多个窗口进行多个任务处理的时候呢，那你就回到家直接外接这个额外的显示器的话呢，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在跟上一代 M3 相比呢，上一代是需要把这个电脑盒盖的这个情况下才可以外接2个显示器，而且呢，当时那个显示一个是5K， 另外一个呢是6K， 所以说呢，这一次呢，它是可以同时接2个6K 的这个显示屏，非常的棒。那说了这么多，大家肯定还是更关心它的性能和存储方面哈。但其实呢，这个入门款它搭载的呢是10核的 CPU 和8核的 GPU， 但是呢，就是其他所有的这个版本，包括15寸的所有的这个几个版本啊，都是搭配的10核 CPU 和10核的 GPU， 而且呢，它包含4个性能核心和6个能效核心，并且呢，它最高可以支持选配32GB 的统一内存。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相比老款的这个 M1 芯片上来说呢，可以说它的提速呢高达2倍。那与这个更老的款的型号，比如说英特尔型号的这个 CPU 来说呢，顶配机型啊来比 M4 芯片呢，它其实是比它的这个速度提升了高达23倍。而且同时呢 ，M4 芯片搭载的是16核的神经引擎，与 M1 的这个机型相比呢，可以说是速度提升了3倍。所以呢，它是加快了这个基于 AI 的任务啊，或者是在你照片优化啊，包括这个视频噪点去除啊等这个任务的时候呢，它这个速度啊会有更大的提升。在 Geekbench 6.4 中，单核跑分达到3807，较 M1 增长了59%，而多核跑分也增长了68%，图形跑分增长74%。键盘中心的温度大约在36.7摄氏度，键盘边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在 Cinebench 2024中 ，M4 的单核跑分为173，直接超过了 MacBook Pro M3 Max。GPU 跑分不太理想，仅为3370，低于 M3 Max 68%。毕竟入门款是8核 GPU， 所以升级款的10核 GPU 会好很多。同时，在 Speedometer 3.0 中 ，Web 浏览器性能和应用程序的响应速度以及 JavaScript 执行率中竟跑出了49的高分。
而 Pro M3 Max 仅仅为33.9分。那从硬盘存储方面呢，它入门款呢是配备的256GB 的这个存储空间。不得不说，这个存储空间真的非常的小啊，因为我的手机都是1T 的这个存储空间。然后它其他的版本呢都是512GB 的。那当然了，你也可以去选配增加到1T 或者是2T，但是它价格比较贵啊，就要增加400和800美金。那所以呢，我日常来用的话呢，都是会用到这样的一个三星 SSD T7的这个移动硬盘，它非常的小巧啊。然后呢，它有一根线，然后直接就可以接到电脑上。所以我在日常剪辑视频的时候呢，我的这个素材都是存到这个移动硬盘里面的。所以呢，就是我即便切换不同的这个电脑去剪辑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它在传输过程中的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那所以更加的实惠，才100多美金啊，还是经常打折。同时，我们通过 Blackmagic 对这款入门机型256GB 的硬盘进行了测速，结果表明它非常适合 1080p 和 4K 的视频编辑，尤其是在 H.265 压缩格式下表现最佳。当然了，也可以处理 8K 和部分 12K 的格式，但存在一定的限制。对于 8K 以上超高分辨率或高比特率的专业视频工作，建议使用外接高速存储设备或选择更大容量的内置 SSD 以获得更好的性能。在 Final Cut Pro 中测试一个10分钟的 4K 视频导出时间 ，M4 Air 用时15分钟，而 Pro M3 Max 用时6分钟。在 Pro Max 导出完毕后 ，M4 Air 仅导出42%，所以 M4 Air 用时间更长。那并且呢，这个新款的这个机器呢，它的这个续航也是非常的棒啊，可以高达18个小时，也就是你外出一整天，完全都不需要去携带这个充电器，非常的方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对这个新款的 MacBook Air M4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呢，或者是一些观点呢，当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大家对我的这个频道非常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为我的视频点赞留言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啦，拜拜。